大家好，我是 Peter。您现在观看的是在我家小后院拍摄的有关种植的第30集。本节视频将与大家分享种植黄瓜方法的下集，由我的太太来担任视频中的解说。上集和大家分享了黄瓜在种植前期的下种、育苗、移栽和施肥的简单方法。这集将和大家分享黄瓜在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搭架、施肥、授粉、剪枝和绑蔓、落蔓的经验。黄瓜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搭架，这是因为黄瓜属于藤蔓型蔬菜，又因为蔓茎是草质，略微长大后会因为无法支撑自身的重量而倒伏。如果任其倒蔓后爬地生长，会使茎叶交错，阻挡了阳光的照射和影响了通风，而容易产生病患。如果采用搭架种植，藤蔓顺着架杆向空间伸展，减少了叶子间的互相遮挡，增加了通风性和阳光的照射，减轻了病害发生的几率。尤其是吊在架杆上的黄瓜，由于受到垂直力的作用，瓜条顺直，长相漂亮。当黄瓜苗长到20到30厘米时，就需要搭架了。搭架所用的材料使用约为手指粗细、2米多长的小竹竿或者塑料竿，每颗黄瓜1根竿，插在植株外侧约10厘米处的土中。竹竿的上端与种植架的横杆绑紧，也可以搭成人字形架。人字形架的搭法，欢迎进入我的频道里观看搭人字形番茄种植架子的视频。一般来说，当黄瓜每长出3到5片叶子时，需要引蔓1次。在引蔓时，尽量把绳子绑在叶子的下边，避免伤及到长在叶子间的小黄瓜。绑蔓的绳子建议用麻绳，麻绳既环保又耐用，用好了以后把它拆下来，明年还能用。我的麻绳已经用了3年了，而且在一般的五金商店都能买到，选直径3毫米的就可以了。又过了1星期，另外2颗黄瓜苗也长到30厘米高了，到时候给它们绑蔓了。我喜欢在黄瓜生长初期用一款有机的速效液体肥 Cecil， 俗称海溶胶，它有助于刺激根系发育，并增加坐果率，帮助植物提高对抗高温、干旱、霜冻、虫害和疾病的能力。Cecil 在植物不同的生长期有着不同的稀释比例，详情请参照产品说明书。当黄瓜开花后，就需要昆虫授粉或者人工授粉了。由于黄瓜的花朵分为雄花和雌花，是靠异花传粉才能结出果实的。在田间，如果有蜜蜂或者蝴蝶等昆虫帮助传粉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但如果是在城市的后院或露台，昆虫和蜜蜂造访的机会是比较少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会需要进行人工授粉。
来帮助结果。如果当一瓜蔓上同时有雄花和雌花，可以借助毛笔或者棉签等工具，蘸取一些雄花的花粉，轻轻地抹在雌花的花蕊里，或者剪下一朵雄花，将中间的雄蕾轻轻地涂抹在雌花的花蕊上，促使雄花花粉散落在雌花的柱头上，以达到授粉效果。有时候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，一只瓜蔓上开了好多雄花，而邻近的瓜蔓上只有雌花，我就从这只瓜蔓上剪下几朵雄花，来给邻近的瓜蔓的雌花授粉。雌花最突出的特征是在花的根部有一个尚未发育的小黄瓜。由于种种原因，黄瓜在花期会出现只开很多雄花而没有雌花，而当雌花盛开时又没有雄花的情形。所以我做了一个实验，每当出现这种状况时，我就把过剩的雄花剪下几朵放进瓶里，盖好盖子后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。保存的时间尽量控制在3天以内。在3天内看到有的瓜蔓上开出雌花了，可是还是没有雄花，我就可以把保存在冰箱里的雄花拿出来给这些雌花授粉了。我还特意在这几只瓜蔓上做了记号，看看日后我这个实验有没有效果。大约几周后，这些被授粉的雌花上的小黄瓜确实有几个成活了，成活的几率比较低，大约在10%左右。这些存活下来的小黄瓜，到底是我的试验成功了，还是另外的偶然因素造成呢？这还有待于考证呢。黄瓜的剪枝相对辣椒和番茄的剪枝来说会简单多了，只需把一些生长在底部的侧枝剪掉，还有把一些能接触到土壤的老叶子和病叶剪掉，目的是让根部有更好的通风和接触阳光的机会，减少病虫害。据说黄瓜在剪枝时最好不要用手掐，那样容易造成苦黄瓜。黄瓜在夏季由于气温高，生长发育快，衰老也快，所以所需水量增多，还要补充追肥。黄瓜喜肥而不耐肥，所以我用自制的肥水，兑水稀释后，每隔5天浇一次。在我的频道里有一个自制肥水的视频，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您前来观看。随着黄瓜不断的长高，我们就要不断的给它们绑蔓，帮助它们生长。黄瓜在生长期最合适的气温为10度到32摄氏度。当气温过高，阳光直射会造成瓜蔓受伤，所以要及时用遮阳网
避免阳光暴晒。遮阳网要选择能挡太阳光，但不全挡紫外线，专供植物用的那种。我用的这一款遮阳网是可以通过50%紫外线的。大家看到，现在户外气温已达到超过41摄氏度的高温了，但黄瓜瓜蔓在遮阳网下照样生长得生气勃勃、绿油油的。黄瓜的生长周期比较长，在经过了旺盛生长期后，黄瓜秧长到一定的高度后，要进行落蔓。这样做可以延长瓜期。落蔓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空间，增加光照面积，延长黄瓜的生长寿命，增加产量和提高品质。落蔓前，先把瓜蔓下部的老叶和病叶剪掉，这样可以避免在落蔓后这些老叶子聚集在一起，影响到植株下部空气流通，容易产生病菌，而导致病害的发生。黄瓜瓜蔓硬脆，极易折断，在落蔓时要轻轻地以根部为中心，慢慢地绕圈儿，一圈一圈地放下来。留下的植株至少要留下10几片叶子，让它们继续起到光合作用，促进养分合成。留下的瓜蔓还需要继续绑蔓。大家看到落蔓后，瓜蔓的顶部又长出新的黄瓜来了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我们所收获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结果。下期将与您分享蓝莓的选购和移栽过程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Thank you for subscribe.